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祥瑞。这个礼拜我们来聊聊宗教的意义。如果你有看过我的地底人呢，或者是我的平行宇宙，那么你就会知道，我身边有一个在修行的一个朋友，他对关于宗教的这种事情非常非常的了解。好，那么说到宗教呢，我们就简单的划分一下，有分西方国家的神，比如我们常听到的耶稣、基督、普罗米修斯、宙斯等等之类的。西方国家会有西方国家的文化。那么在东方国家呢，比如在台湾来讲好了，台湾是一个土地面积比较小的地方。那么从北到南呢，就会有着比如台北的霞海城隍庙、龙山寺的月老，或者是综合的这个烘炉地福德正神，甚至是少数人知道的，在三峡的一个九子盘龙山有一个100年的老庙，那个山路是非常非常的小，正常人要上去其实是不太容易的这种。好，那么我们回到正题我们今天尽量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理性的去讨论宗教的意义。为什么要讨论宗教的意义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从老一辈的口中得到的一些资讯，我们很少听到年轻人在讨论这个宗教的意义是什么，大部分都是从老一辈这样子以耳传耳的传下来。那么中间会有一些是错误的观念，而错误的观念一直被不断的延续下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放到一个公开的平台，大家可以去聊聊，大家可以去讨论一下宗教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毕竟宗教可以引发战争，各位知道，在过去的历史无论是伊斯兰教、十字军、圣战，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透过网络去查询到的一些关于宗教而引发的战争。所以我们知道了宗教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今天就来深度的讨论一下，说宗教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好，我们先从第一个点开始讨论，神是什么？对，什么是神？有任何人可以举例一下吗？神究竟是什么？我觉得神这个词义吧，很抽象，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抽象。抽象的原因在于说，我们除了透过一些神尊或者是雕像，我们可以知道说，神大概是长什么样子，这样之类的，对。但是神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可以在天上飞，那或者是说我可以无中生有比如说空手变成一个白花花的钞票，对之类的，或者是说我能够读懂在看影片的你心里在想些什么，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些超能力嘛，对不对？那好像我们人办不到的事情，我们就会通通就赖给神，神是无所不能，神可以瞬间移动或者是无中生有或者是做到一些我们觉得人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是神能够引发战争，然后就这样子消灭了所有的敌军，这种超强的攻击力、破坏力之类的。神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神这个字实在是太抽象了，太抽象。对，我们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定义神是什么。毕竟神的种类太多太多，在西方有这么多的神，然后在东方国家也有这么多的神之类的。对，我觉得神它非常非常难定义，所以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心中去把这个神做一个定义。对，当然每个人定义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先知道的事情。好，再来是第二点。第二点，我觉得这个讨论的点就比较深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信仰？信仰到底是什么？信仰是一个心灵上的慰藉吗？比如说，有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他需要一个
心灵上的慰藉，他可能可以去跟神忏悔他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梦想需要神的帮助，或者是他很需要一些灵感之类的。人呢都会有着数以千计的理由而去信仰。就2020年现在这个年代来讲好了，我们人普遍的寿命，我们就抓大概到90岁就好。那45岁以下的人的信仰，我不知道有些什么，但是普遍在30岁以下的人，对于宗教是什么，对于信仰是什么，还是不太了解。那既然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宗教的力量这么的强大，那为什么反而是在年轻人这一代信仰的人是少数呢？其实这个就不太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老年之后会开始去做一些信仰，或者是求神拜佛啊之类等等的。我们为什么要信仰？我们都知道说，在西方的国家可能会有祷告的文化，或者是说参拜吧、礼拜之类等等的。但在台湾的文化就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们会有着初一十五要烧香，然后要烧金纸，或者是有在从商的人，比如说自己开店做生意的人，他们在初二16的时候会去祭拜一些门口的好兄弟，希望他们自己的生意能够再更好。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有没有办法清楚的知道说信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说了那么多，人在信仰总是有一个目的的嘛。我们凭良心的说，真的是很凭良心的说，每一个人信仰都一定会有目的。就算你的目的是要从善，你想要变得善良一点，你希望神可以把你感化，那我们都会有一些目的吧，对吧？没错吧？我们是建立在一个比较客观的基础上来讲这件事情。对啊，我们为什么要信仰？我们没有搞清楚神是什么，我们就要开始去信仰、去修行。对，我们拜神的目的是什么？信仰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自己变得更有钱吗？自己变得更好吗？还是我们可以借由神去做到一些人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信仰的当下，我们必须要先找出信仰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人一定都会有目的的，但是如果你连你自己的目的，或者是连你的愿望，你都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话，那基本上不就是一个盲从的行为吗？我们是身为一个人类，我们是有智慧的，我们是有思考能力的，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人类所有做的事情，一定都会有一个目的，会有一个理由，我们必须要去把它找出来。我们为什么要信仰？我觉得这个点吧，还蛮重要的。那再来说说宗教的意义是什么吧。宗教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宗教的意义是什么。对，因为我看到了非常非常多台湾的一些现象，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有着自身的一些目的啊、想法啊、愿望啊等等的，他会去一直为他的目的找方法。那可能他在找到了这个方法，或者是说找到了属于他的信仰好了，那么他可能会不顾一切的去花了大把钞票，或者是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可能不计一切的代价去崇尚、去信仰他心中的那个神。对啊，那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究竟宗教的意义是什么？我一直都很无法去理解宗教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能有佛经可能在《金刚经》里面，它叙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它也记载了非常非常多的大量资讯。当然，这些东西以人类的科技
现在的科技都没有办法用科学的角度去证实说今天这个东西它是怎么诞生的，它真正要传递的内容是什么。说到这个要传递的内容，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神奇了。同样一本圣经，同样一本佛经，每一个人解读出来的意义都不一样。就包括现在在看视频的你，我觉得也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会有每一个人的核心主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究竟这个意义是什么呢？神为什么要我们去相信他们呢？而神他又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没错啊，就是好处啊。如果今天你做一件事情，你没有得到或学到，那你为何要去做呢？我刚刚也说到了，我们今天尽量以比较客观、比较理性的态度，我们来看待这件事情。究竟为什么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老年人，他们会想要去参与信仰这个动作呢？我们有没有去找出我们要的目的，或者是神的定义，以及宗教的本身的意义？如果我们连这些东西都不知道的话，为何我们要去做一件这样子的事情呢？那么我觉得像在台湾的文化就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们刚刚前面也说到了，台湾其实是一个领土比较小的国家，但是在台湾有着数以千计的神尊，对，就是这么的多。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吗？我好像印象中好像只有日本吧，只有日本的文化会拿香拜拜。对，在其他的国家好像几乎都没有。那拿香的这个古人的传承下来的智慧吗？还是习俗吗？我也不知道。就是究竟为什么要拿香？拿香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西方的国家也没有在拿香的啊，为什么我们台湾人要拿香呢？为什么我们要去烧那些金纸或冥纸呢？对，其实这个东西我就一直都很难去理解，就有点类似说，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是一样的矛盾，你们知道吗？好了，这期的视频其实就是跟大家聊聊天，让大家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说，我们对于神的定义，以及我们为什么要信仰，以及宗教的意义，做一个简单的聊聊天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还蛮值得去被讨论的，但是毕竟宗教这东西没有一个中立的存在吧，好像大家都会去信仰，会去接触到，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说，对啊，我们今天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究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它非常的暧昧。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OK 吗？对啊，毕竟我们在网络上找到的一些资讯，或者是在其他 YouTube 看到的一些影片，其实大多数都是一些法师或者是老人家。老人家，毕竟我们这些时代岁数有着一定的差距了。那既然我们有一定的差距了，那就会产生一个代沟嘛。代沟就会出来了，就是你的思想跟我的思想，我们没有办法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沟通。而现在的这种社会，我们可以去好好的讨论以及正视这件事情，不是吗？但我好像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很愿意的来聊聊这些事情。喜欢我的话，请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追踪我的 IG 粉丝团。我是祥瑞，我们下次再见，拜拜。